爹娘，对不起，我还是选择了观星阁。千人竞聘只取10人，榜上这人真是厉害。听说他父母想让你回家任职，他居然偷偷报了名。弟子前来观星阁报道。啊，你的天象术功底我看不错。今天先不带你熟悉阁内事务，跟我去边境观测台。边境观测台，那里不是负责灵气监测吗？这是灵气浓度检测仪，每半个时辰计不计许热。这是传讯预检，遇到紧情况立刻向阁内求援。边境最近不太平，有恶修逃窜，定要多加小心。不好，有恶修竟穿越边境森林，我必须立刻去联络支援。你留在这里，千万不要乱跑。谁在说话？新手大礼包已发放，请速速查收。获得可设置接入口的炼气室。观星阁的小修士，识相点儿，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别动手，我给你们就是了。好好试试系统给的知识。别慌，他跑不了。就是现在！好点就栽在这里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恶修呢？刚才有2名恶修闯入，我躲在柜子里，没被发现。他们往边境森林方向跑了，刚走没多久。这里有灵气波动的痕迹。你们几个跟我追！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幸好躲得快。没事就好。这就是系统炼气室，太厉害了！先从修复这台罗盘开始吧。这罗盘居然修好了！会跑老者，我昨晚试着修了一下，还提升了它的监测范围。监测范围提升了30%。多谢前辈夸奖，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很好，你做得很好。日常工作很快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都可以用来练气。3个月了，我已经掌握了基础的炼气技术。接下来，该炼制一些真正的玄战宝具了。他一直在灵气室待着，听说天天都在修那些破灵气。一个新人能有什么本事？估计是在混日子吧。也是。观星阁的灵气室本来就是个清闲的地方。清闲的地方，他呀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聚羽符阵台，灵气聚能炮，天象符弹，灵纹轰击符。后改着给后炒制茶鸟，性能提升了1倍不止。3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宝具足够了。该去汇报工作了。
青袍主事，这是我本州的述职文书。做得不错，数据记录得很详细。对了，西南边几个村子久旱缺水，你去检测一下气象灵气。如果符合条件，就提交引云巨雨申请。好的，赵主事，我现在就出发。世界真的下雪。醒武盟。如果被他们发现，肯定会杀人灭口。凌渊，瞄准最前面的那个人，催动战刃。埋伏！所有人找掩体，是华严神域的追兵。该死！这凌渊怎么这么灵活？我们根本打不到他！不能再下去！关兴阁指示，在云岚州边境发现醒武盟，位置是西南边境森林边缘，共12人，已全部制服，请尽快派人前来处理。好好试试巨雨符弹的威力。巨雨符弹发射！
下雨了，终于下雨了，下雨！太好了，庄家有救了。这真是及时雨啊！没想到聚雨福弹的效果好，该回去了，不然主事该担心了。统领，那边有福弹爆炸的声音，应该是有人在和行武盟交战。立刻带我们过去。所有人提高警惕，注意周围埋伏。好强的福弹威力，现场居然这么干净。统领，这里没有发现任何人影。雨下得太突然了，很多痕迹都被冲没了。搜查现场，任何蛛丝马迹不要放过。统领，我发现了这个。青云宗观星阁。观星阁不是负责天象监测的吗？怎么会有福弹？继续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另一半碎片。统领，没有找到其他碎片了。观星阁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张统领，传讯台接到青云宗观星阁的传讯。观星阁执事称，在边境发现疑似行武盟的人员，现场发现观星阁的福弹碎片。你立刻带人前往青云宗观星阁，找到陈明，向他了解详细情况。是，属下遵命。所有人集合，立刻前往青云宗观星阁。终于下雨了，这下西南的村子有救了。是啊，这场雨来得太值了。
蓝衣主事，好消息！西南几个村子都下雨了，村民们都在感谢我们。太好了，这下不用申请引云聚雨了。我正准备给灰衣青年传讯，让他不用去检测了。执法者的灵年，那是执法执事，他们怎么来了？不知道啊，我们观星阁从来没出过事。走，出去看看。我们是执法队的，奉命前来找人。阻止我！那是边防军的飞舟，怎么会来我们这里？出什么大事了？居然连边防军都来了！这位统领，不知您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我是华严神域战修卫统领，请问陈明，是不是你们观星阁的修士？啊！陈明，确实是我们观星阁的执事。不知统领找他有什么事？找陈明？陈明犯什么事了？不可能吧？陈明那么老实本分的人。就是啊，他天天待在灵气室里，能出什么事？你看这阵仗，连执法队和边防军都来了。陈明到底做了什么？居然惊动了这么多人！黑甲统领，陈明确实是我们观星阁的修士。他为人老实本分。不知您找他有何要事？我们不是来抓人的，只是有些情况需要向他了解。你昨天传讯提到的蒙面人，是非法越境的行武盟。我们赶到现场时，他们已被符弹制服。现场发现了带有观星阁标识的符弹碎片。我们推测，是你操作玄战宝具发动了攻击。什么？什么？行武盟被制服了？我当时通过灵渊发现了他们。
因为害怕就先离开的。我是在返回的途中才传讯的，没有听到爆炸声。灵年储物箱里有东西。这是符阵台。还有2箱符弹，还1架灵渊。你说你害怕，先离开了。那这些东西怎么解释？我承认，我离开前发射了6枚巨雨弹。刚才那场雨，就是巨雨弹的效果。巨雨弹，我们观星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是啊，申请巨雨灵气需要向宗门报备的。你这些巨雨丹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行武盟非法越境，危害边境安全。即使是你制服了他们，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我只是好奇，这些灵气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炼制的天象灵气。你自己炼制的？这些都是玄战宝具，炼制难度极高。不信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我在灵气室工作了3个月，利用空闲时间炼制的。除了这些，我还炼制了很多其他的宝具，都放在玄灵空间里，你们可以跟我去看。好，我们就跟你去看看。你，主事，放心，没事的。我炼制巨雨弹是为了方便村民自主降雨。昨天遇到行武盟，我是靠灵渊拖住他们，发射符命，符弹保命。可是，私自炼制玄宝具，是违反宗门规定的。这事儿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玄战宝具库，这根本就是一座玄战宝具库。这都是什么？天哪，这么多灵气聚能炮和符阵台！这比我们基层战修营的装备还要好太多了。他在观星阁待了10年，从没见过这些东西。这孩子到底藏了多少本事？这是天象控灵聚能炮，可精准控制大范围特殊天气。这是符阵台，连发6枚巨雨弹就能覆盖整个青云宗。加装了战刃，内置灵纹瞄准与闪阵。
闪避法阵能大幅降低凌渊在执行任务时的损耗。他的潜力远不止于此。这些本质上是极具危险性的玄战宝具。你一个天象术修士，无专业背影，怎么可能独自炼制？而且这些宝具没有官方灵文印记，不符合规定。我必须上报上级，核查这些宝具的来历。他们不信也正常，毕竟这些技术太超前了。清者自清，检查就检查，我不怕。这些是我个人炼制的天象灵气，凭什么由你们决定去留？一青年和他的宝具对观星阁重要，至关重要，理应得重视。只要确认是灰袍少年炼制的，我们立刻原物奉还。真金不怕火炼，事实会证明一切。校尉，青云宗观星阁发现大量未知玄战宝具，数量和杀伤性远超营级处理范围，请指示。统帅下令，将所有宝具送至云岚州炼器院检查。这么多灵年，边防营这是出什么事了？要是真的，我这几十年炼器算是白干了。听说青云宗观星阁藏了大量玄战宝具，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走私宝具？真是……观星阁的执事有点意思。院长，边防营送来了一大批宝具，听说有20几门新型灵气聚能炮，10几架扶阵台。这都是上下最新型号的宝具啊！啊，比我们给普通炮兵营配备的还要先进。没想到边防营竟然藏了这么多好东西。辉发院长，麻烦您出具一份宝具来历认证文书。我们怀疑这些是走私货，希望能借此破获走私案。所有人分散开，仔细检验每一件宝具。是。重点检查灵纹和核心构件，看看有没有异常。黑甲统领，只要找到走私的证据，我们营就能立大功了。这个零件在核心灵纹区域，根本无法后期加刻。
这门灵气聚能炮确确实实是克明之人亲手制造的。竟然真的是他！一个怎么可能？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这边的符阵台，核心构件上也刻着陈明的名字。我检验的灵渊也是，所有核心零件都是他亲手做的。这怎么可能？他一个非专业出身的年轻人，我们几十年的炼器经验，竟然还不如一个新人。这些灵纹的设计太精妙了。会议少年，把这份文书交给张统领，再发一份给边防卫。这样的人才绝不能错过。贺统帅，我是云兰州炼器院的吕杰。院长，是宝具检验有结果了吗？我就说肯定是走私货，一个关兴阁执事怎么可能炼得出来？贺统帅，检验结果出来了，宝具的确为那位执事亲手炼制，所有核心构件都刻着同一个伪造可能，技术比炼器院可能，甚至比炼器院更先进。贺统帅，这是我的判断，不会有错。既然是白发老者您说的，那我就信了。贺统帅，我想请您帮忙，把那位人才挖到炼器院来。他能解决我们很多技术难题，这也是白发老者的意思。很多技术难题。好，我亲自去一趟青云宗，邀请他。之前那么怀疑他，他会不会记恨我？要是他真去了炼器院，以后边防营可就麻烦了。统领，我们都走了快6个时辰了，什么时候能到啊？快了，再过1个时辰就能到青云宗了。时间太晚了，先回营区休息。明天一早再把宝具送回关兴阁。此时此刻，少年的房间里，刷来刷去都是这些东西，还不如炼制灵气有意思。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等明天宝具回来，再测试其他灵器。剑奏完成云宗引云任务，任务完成度100%底，奖励功德值4000点。头，居然是系统！
我觉醒1年了，终于有反应了。系统，打开魅板。功德值4000点，天道宝库已解锁，是否打开？打开天道宝库。什么？要挖陈明？他若真被挖走，观星阁的天象灵气谁来炼？老郑，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好，我想问问，青云宗的那些宝具返还了吗？我帮您转救自刺氏的副主。您好，宝具已经连夜送回青雍了。是吗？可是我们分阁还没收到消息，可能是还没来得及通知吧。我今天正好要去青云宗，顺便帮你问问。来人！您有什么吩咐？让他立刻赶往青云宗，拦住边防卫的人，留住陈明。这样的人才，一定要为我所用。有了他，我们的战力能提升一大截。他不仅武艺高强，更重要的是，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阁主，我已经联系上于主事了，他说马上就动身，会尽力拦住边防卫的人。希望深袍主事能赶在战甲男人之前到。怎么这么着急，还让我拦住边防卫的人？会不会和陈明炼制灵气的事有关？上次我跟您汇报过。对，肯定是因为这个。不好，边防卫肯定是想挖陈明。观星阁，李云霄在此。紧急！那位炼器师独自炼制了几十架高端天象灵器，州城炼器院正通过战修卫要挖他，你一定要拦住！我们马上出发去青云宗。大家小心点儿，别把宝具碰坏了。收拢，整队。参见统帅队。黑帅怎么会来我们观星阁？是不是边境出什么事了？我看不像，他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墨镜身份参见统帅。不知统帅大驾光临。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那位灰蓝衣青年执事的。找灰衣青年？他认识黑统帅？是灰衣护山来？不可能吧？灰衣签这儿才没多久。统帅，这位就是您要找的执事。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执事，果然年轻有为。我看过你炼制的宝具，非常厉害。多谢夸奖。我很好奇，你明明有这么高的炼器天赋，为什么会选择学习天象术，来观星阁当执事？兴趣使然，而且天象术和炼器并不冲突。我正式邀请你加入云岚州炼器院。我给你6品供奉的待遇，晋升5品指日可待。哦，6品供奉了吧？这待遇也太好了吧！可要是全云岚州最好的地方，完了完了！灰衣青年要是答应了，我们观星阁可就完了。而且黑甲统帅身份尊贵，我也不敢得罪。还好我赶来了，一定要拦住边防卫的人。是黑羽统帅，高阶将星，我可不敢跟他硬刚。只能想拖延时间，等人来了再说。于是怎么突然怂了？那是谁呀？还好我赶上了，绝不能让黑甲男人把灰蓝衣青年带走。就喜欢天象术，这是我的初心。而且观星阁的老式灵器很多，正好适合我研究改进。贺统帅，感谢您的赏识，但我拜师学艺时，就立志投身天象术领域。是观星阁激发了我的炼制灵感，这里的老式灵器很多，更有我的发挥空间，所以我不能接受您的邀请。他居然拒绝了，6品供奉啊！黑甲披风男人亲自开口，他怎么敢拒绝？好，有主见。我欣赏你这样的宁人。既然你心意已决，也不强求。以后如果你改变主意，炼器院的大告辞。等等我！统帅，您就这么放弃了？他是个坚定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不是靠待遇就能挖洞的。
没挖到它，确实很可惜。你太厉害了，居然把那位统帅都回绝了。换作是我，肯定早就答应了。这等好事，谁能不动心呢？好样的，我果然没看错你。之前怀疑你的宝具来历，是我不对。青袍主事言重了，我能理解。分隔的玄灵空间已经能满足我的炼制需求了。放心，我会为你争取更好的炼制环境和待遇。多谢。必须立刻回云岚州，向总阁提交申请。一定要把灰衣少年留在观星阁系统内。详细列出青少年的炼制成果和周期，提议让他担任采西州观星阁主事。那是什么？灵气聚能炮啊，还有符阵台。大家好，我是新任采西州观星阁主事。什么？他就是新任主事？看起来才20出头啊，怎么可能直接当主事？这也太年轻了吧！我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在下是阁中副手，恭迎主事大人。不必多礼。这位是气象台主事，他曾在云岚州观星阁灵气炼制所参与过炼气计划。你有炼制经验，太好了。以后局里的灵气炼制工作，还请你多参与。多谢主事信任。太好了，终于又能接触炼气了。收拾好了2间仓库，一间存灵气，一间做您的炼气室。好，那就有劳副主事了。1楼是办事大厅，负责接待宗门弟子和处理日常事务。2楼是执事们的办公区。3楼是气象台和防灾执事堂。4楼是资料室和档案室。5楼就是您的主事书房。主事大人，这就是您的书房。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尽管说。很好，我很满意。副主事，等灵气泄完后，召集所有执事到议事堂开会，让他们带上近期的述职文书。我要了解一下分阁的工作情况。是，我这就去安排。
新来的主事听说带来了不少稀世宝具。是啊，不知是等何宝物？你觉得会改变什么吗？恐怕会掀起不小的波澜。你们说那些宝具是哪儿来的？肯定是云岚州阁给的炼制器材吧。那些宝具确实是新任主事自己炼制的。什么？他一个人炼制了这么多？这怎么可能？我们整个炼制所都做不到。边防卫统帅亲自去挖它，开出了6品供奉的待遇。是那位年轻主事拒绝了邀请，才来我们采西州任职的。我的天！哎，贺统帅亲自挖人，那哀远，他居然拒绝了6品供奉，太厉害了吧！原来他这么厉害，我之前还小看他了。1号仓库将改造成我的专属炼器室。大家的日常工作不变，继续按部就班进行。我鼓励大家多借助灵气，把工作做得更出色。青袍主事也太年轻了吧，居然这么厉害的，而且长得还挺帅的。龟侄子真是年轻有为，我要向他学习。您看这里还满意吗？如果需要什么改动，我马上安排人来做。很好，收拾得很干净，台面也够用。炼器室有了，接下来该制定什么炼制计划呢？还有系统的功德值，到底怎么才能快速获取？下午去检查一下避雷阵的悬术吧。悬术一切正常，正好，我跟你一起去。此处有异，速查。灵纹接口旋动3圈，构建紧固。此处再准。是个熟手。啊，多谢夸奖。我干这行已经好几年了，熟能生巧嘛。主事，您的灵气都运到了。大家过来搭手，把制药器搬这些灵气1号仓库。继续喝上一口。等等，这个悬术图谱怎么这么混乱？数值一直在反复横跳，根本无法判断。宁乱也发现了。问题从上周3就开始出现了，我们查了好几天，都没找到原因。从上周3开始，这里的悬术
一直异常。你们有没有定期检修灵气？有的主事，我们维护的很频繁。这是灵气检查维护记录，您看一下。记录很详细，符合规定，灵气应该没问题。平台运行正常，没有问题。奇怪，以采西州为中心，越往四周悬殊越正常。看来不是观天盘本身的问题，而是区域性灵气问题。我得去观天盘气殿现场看看。浅蓝长男子，您太厉害了！我们查了1周都没头绪，您时机就有线索了。只是有个大概的方向，需要现场确认。走吧。这个观天盘气象殿位置很重要，它的悬殊是短期、甚短期及临近天象播报的关键依据。如果灵气出了故障，会严重影响气象服务。难怪近1周采西州海星都在挖偶，天象播报不准。是啊。我们也很着急，可就是找不到问题。你在外面等着我，我进去检查一下核心部分。发射阵正常，发射探测灵波也正常。找到了，问题出在接收回波灵纹上。观天盘本身没问题，那就是灵传波被干扰了。这附近有观天盘灵干扰器，关它观天盘灵气。还好上次青云宗引云聚雨事件，我们忽略了联方式。喂，是陈执事吗？不对，现在该叫陈主事了。张统领，好久不见。我想问一下，南蛮神域是不是正在进行内斗？是啊，南蛮神域内乱已经持续很久了。而且最近西路诸域联盟和北境蛮族联盟都牵扯进来了，各自支持不同的阵营，导致内乱不断升级，武器宝具也越来越先进。我猜这就是你们气象灵气受影响的原因吧。没错，张统领，您说的对。我们的气象灵气
受到了严重干扰。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工作。我想向您索要参与南蛮神域内乱的西路盟军和北境蛮族盟军的联系方式。你不会是想劝退他们吧？那可不行。当然不是，您误会了。我只是想让他们把观天盘灵气关闭，或者调整一下干扰范围，不要影响到我们。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我这就把他们的传讯预检编号发给你。多谢张统领，麻烦您了。你好，我是华严神域采西州观星阁主事。我们的气象殿观天盘受到了你们的干扰，请求你们关闭观天盘干扰宫闱，或调整范围。你是谁？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正在打仗，没空理你。你的要求太无理了，我拒绝。小小的州乡观星阁主事也敢来裹门，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是，华严神域的人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看应该给华严神域战修卫打个传讯，告他一状，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主事大人，怎么样？他们同意了吗？没有，被拒绝了，态度还很恶劣。没关系，我再试试联系西路盟军。张统领，我要向你上告！我通话时措辞和态度都很好，却遭他们无理控诉，这简直是恶人先告状，我无法接受。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他们没有越境，我们无权要求他们停火。好吧，我暂时忍耐，我会让下属用其他灵气进行监测。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军部也不是不关心南蛮神域内乱，我们是有意让北境蛮族联盟参与，坐山观虎斗，等待时机掌控南蛮神域局势。原来如此，难怪战修卫态度这么消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别急，慢慢说，我们一起想办法。主事，怎么样？和他们沟通有结果吗？都被拒绝了，态度还很恶劣。你提前告知下属，接下来工作量会增加。可是，手动监测悬殊，误差会很大呀。但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先这样凑合用着。
唉，这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一天重复上百次手动监测，我都快吐了，手都写酸了，眼睛也快瞎了。大家再坚持一下。青灰长袍男人正在想办法。再这样下去，我腰就要都把勒垮了。执事们都快撑不住了，他们纷纷向我反映。我知道了，辛苦他们了。西路和北境肯定是故意的，就是轻视我们，不能再忍了，必须炼制能让他们主动停止的灵气。找到了，居然具备抗干扰和反干扰功能，太好了！966 90点，还差110点就能买了。等明天工作结束，应该就能凑齐了。得先找几个合适的人手帮忙做前期准备。这日子没法过了。官府不作为，我们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大家都没手了。什么事情啊？昨天说晴天，结果下了雨，大雨，我衣服都湿了。诸位执事，今日议事事关重大。陈主事，所有人都到齐了。臣民安静一下。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观天盘的事。南蛮神域内乱，西路和北境的军队参与其中。他们的观天盘干扰了我们的气象殿。我曾与他们协聚，还被诬告。疯了！他们怎么能这样？简直是欺人太甚！根本不把我们在故意的，难怪我们这么累，每天被绑姓骂，我都快受不了了。陈主事，我建议向上级汇报，让上级出面和他们交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有一个办法，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主炼制一座全新的观天盘气象殿，它不仅不受干扰，还能干扰对方的占用观天盘。我们要为观星阁争一口气。什么？自主炼制？这怎么可能？这种灵气炼制难度极大，现有技术根本做不到。而且炼制周期很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啊！陈主事，我从专业角度说几句。这种观天盘的炼制难度非常大，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我担心我们做不到。是啊，陈主事，别冲动，我们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向上级汇报总比自己硬扛好。
大家安静一下，我对炼制这座观天盘充满了信心。1年前我就开始思考改造思路，并做了记录。改造图纸几日内就能完成。预计1个多月就能完成全部改造工作。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陈明的资金申请，炼制观天盘相殿。大家说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我认为应该直接拒绝。5000万灵石不是小数目，不能这么浪费。这种难度的炼制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不同意直接拒绝。陈明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可能会跳槽到战修卫，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我有一个方案，大家听听。我们委婉拒绝他的这个计划，让他分换一个普通的炼制计划，我们批准他相应的资金，不打击他的积极性。南蛮神域战乱不会持续太久，干扰问题会自行解决。好，就按副主事说的办。我现在就给陈明达传讯御简，和他说这件事。田阁主，您好，找有什么事吗？你的资金申请我收到了，这个计划实现难度太大，资金数额也过高。我建议你更换一个其他的炼制计划。南蛮神域战乱平息后，干扰问题会自行解决。田阁主，我拒绝更换计划。这个计划我已经深思熟虑了1年，就算没有这次干扰事件，我也会推进改造。为什么观星阁不能拥有自己的高端观天盘？观星阁怎么能和战修卫相比？我们不需要这么高端的观天盘灵气，没必要在这上面钻牛角尖。各位领导，我想说几句。长期以来，观星主事都被外界轻视，我们也习惯了忍气吞声。但炼制顶尖天象观天盘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希望各位领导能倾听我的想法。此事容我再思量。陈明的话大家都听到了，这件事我们需要再商量一下，稍后给你答复。大家再说说，到底批不批准这笔资金？5层万灵石确实太多了，风险太大。陈明说的对，观星阁确实需要改变。他之前的表现证明了他的能力。决定给陈明一次尝试的机会。对不起，我有一半都看不懂。我可能没有能力参与后续的炼制工作。没关系，这很正常。新技术，这些技术彼此牵连，难点繁多。你看不懂是应该的，有疑问随时问我。他都这么拼，我怎么能放弃呢？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帮他完成这个计划。都喂食了。那2位主事怎么肯定还在炼气室呢？
从早上8点一直没出来，这么投入，不行，我得去看看。不吃饭怎么行？身体会垮掉的，垮掉的。我进去叫他们吧。两位主事，该吃饭了。吃饭啦！哦，是你啊？什么事？1时多了，该去吃饭了。哦，都这么晚了。晚了。你们去吧，我这张图纸还差关键部分。等我画完了再吃。他为了这个计划，连饭都顾不上吃。嘘。别打扰他了，让他专心画图纸吧。也太拼了，不吃饭怎么行啊？情况有变，似乎是。你们说，陈明会来吗？我看悬，他不是在搞那个什么观天盘改造吗？听说他申请了5000万灵石，真是胆子大。怎么是青袍副主事来了？那位主事呢？是啊，他怎么没来？这事儿关重大，他缺席，他怎敢缺席？你来了，那他人呢？怎么没来参会？于主事，陈主事正在进行观天盘改造。他昨晚丑时才休息，今天一早就去炼气室了，连夜奔忙，实在抽不开身，让我带他参会。连大会都不来了。我理解采西州的压力，但也太好高骛远了吧？就是，这种突发状况，忍忍不就去了。就是。在下乃是奉命前来，有要事禀报。今天的大会，陈明没有来，他让江涛带他参会，说是在搞观天盘改造。知道了啊。就让他试试吧。这次缺席就不记录了，等结果出来再说。
好的，天阁主，我明白了。啊！终于传承了！太好了，所有图纸都完成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正式炼制了。各回工位，迅速！快，再快一点！滚具一稳，零件一稳，灵气就绪，核心灵纹启动。他怎么还没来？不知道，今天早上就没见到人，是不是快吃完了？他平时不是最准时的吗？是啊，从来没迟到过。我都好久没在食堂见到陈主事了。是啊，他每天都在炼气室，太拼了。希望他能成功吧，不然我们就太惨了。唉，南蛮神域的战火又升级了，也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工作都快没法做了。那位主事，你一定要成功啊！黑发书记青年，南蛮神域的战火越来越激烈了。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工作真的没法开展了。放心，等改造完成就好了。新的观天盘不仅能抵御灵气干扰，还能放射干扰回波，反击他们的占用观天盘。我相信您的能力，图纸也未提，也绝对没问题。就是担心合作炼气房的水准达不到要求。别担心，关键构件我们自己做。炼气房只负责加工一些简单的零件。希望能尽快完成改造。好了，都装好了，我们回去吧。终于下班了，累死我了。是啊，这1个月可真难熬。不知道他们的炼制怎么样了。1个月没见过陈主事了。你们看，炼气室的门开了。门开了，难道炼制完成了？真的假的？1个多月就完成了观天盘改造，这怎么可能？
我们去看看。这是完成了。改造完成了。终于完成了！我们再也不用手动监测了。您太厉害了！灰衣少年，真的完成了。江副主事，现在我们去关田气象店安装核心组件。大家小心点儿，这些组件都很精密，千万别碰坏了，不然就前功尽弃了。等安装好，看他们还怎么干扰我们。终于能扬眉吐气了，出发去关天盘星殿。不能出任何差错。好了，都让开一点。玄术恢复正常了，都走精准屋。玄术正常只是第一步，今天还要结合实际天体验证抗干扰功能。大家都苦了，先回分阁休息吧。陈明啊，陈明，你太让我失望了。5000万灵石就这么打水漂了。明天连续灵讯传音台。希望能缓解一下百姓的不满。我看不是嘛，可不是嘛！我看他们就一群江湖骗子。这世道谁还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哈哈，果然又是大晴天。观星阁的播报就是个笑话，笑死人了！于主事，您看灵讯传音了吗？蔡西州今天大晴天，根本没有雨。我知道了，等上班后，第一时间下发通知。果然失败了。
人数明明显示正常，怎么会没有羽败了？难道真的改造失败了？下雨了！真的下雨了！播报是对的，我们成功了！雨势渐大，看来时机已到。是啊，等了这么久，终于要开始了。下雨了，真的下雨了！降雨量符合中雨标准，悬殊完全准确。很好，后续几日如果都没有偏差，就可以确定改造成功。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批范炼制了。太厉害了吧！居然攻克了那么多炼制院教习都没解决的难题。此事已定，诸位不必忧心，我们只需按计划行事，自会会，水到渠成。之前还以为他是好高骛远，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真是人不可貌相。此事的确是老夫思虑不周，愿承担所有责任。是啊，田阁主，陈明真是个天才，有他在，我们观星阁的未来可期呀。幸好有您，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南蛮神域乱因为西路和北境的介入，短期内恐怕难以结束。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你这是干什么？检测一下所有功能是否正常。你们轻视我，轻视观星阁，现在也该让你们尝尝观天盘不好用的滋味了。好了，检查完毕，我们回去吧。调悬数，随数标，锁定目标。一切正常，可以发动攻击了。好，全军听令，准备进攻！不好！什么？管天盆炸了？怎么会这样？所有兵失灵了，我们看不到敌军的情况了。报告，系统全面崩溃。我们也看天盘失灵了，我们看不到西路盟军的情况了，都是一群废豪，不然军法处置。
失灵了！快检查所有玉盘！怎么回事？全都黑屏了！警报！我的也坏了，所有观天盘都失灵了。刚才还好好的。都别慌，立刻减去灵形状态！快，都动起来！不好！校舍观天盘失灵了！报告，观天盘失灵，全线黑屏，我们看不见了。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立刻检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统领，仪器没有问题，就是没有信号，无法连接观天盘。暂时停止攻击，我去观天盘店看看。玄炮营的校舍观天盘了，无法正校正瞄准，我们已经停止攻击了。不止你们玄炮营，所有的观天盘都失灵了，肯定是西路盟搞的鬼！他们肯定用了高端观天盘干扰灵气。我们去年炼制的抗干扰观盘都没用。怎么会这样？这下麻烦了。奇怪，他们之前没公布新灵气的消息啊。前线其他战修卫情况怎么样？回统领，两军都受了影响，现在战况暂时势均力敌。殿内气氛压得更沉。还好，暂时没有危。务必彻查干扰源，绝不姑息。没有发现任何干扰源灵船，我们都找遍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这边也一样，什么都没找到。难道干扰源不在敌军驻扎范围？统领，发现异动！将领，探灵盘示警。探灵盘显示边境有异常灵力波动。将领，探灵微光暗淡，恐有不祥之兆。胡说八道！给我查清楚！不说一遍，激起一切代价。给我把真相挖出来！北蛮族界怎么突然超越我们了？这不可能啊！他们的技术一直不如我们。我也觉得奇怪。我问问教习，看看他怎么说。教习，我是西路盟军统领，
北境蛮族是不是有了更先进的干扰技术？那会是谁？边防营传来消息，西路和北境停火了。原因是他们的观天盘灵气都失灵了。太好了，云兰州边境终于能暂时放松了。是啊，这2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虽然停火了，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传令边防营，保持警惕，加强巡逻。这场停火究竟为何发生？观天盘为何会突然失灵？我倒是想一件事。之前有人向我要过西路和北境的联系方式。怎么可能？他一个观星阁主事，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别人可能不行，但那个人说不定真的可以。你忘了他之前炼制那些宝具了？这玄术今日倒是平稳，看来无甚异动。是啊，难得清闲，不如我们去那边喝杯茶。啊，真的吗？太好了，终于不用听炮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灵讯上都没说。干扰功能正常，定向干扰也正常。华严神域境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居然还没找到干扰源，看来他们的观天盘技术也不过如此。都5天了，还是什么都没找到，我都快累死了。再这样去，我要垮了。等等，有反应了！我发现干扰源凌波光点了。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快看看来着，快看看在哪儿！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不是难在华严神域境内？怎么可能？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被骗了！快看，光点在闪烁！站住！可能，肯定是你操作错了。华严神域怎么会参与南蛮神域内乱？而且干扰距离这么远。怎么可能做到？统帅，北境和西路都发来质询文书，他们声称干扰源在华严云兰州境内。我从未签署过开启干扰灵气的命令。
重点排查是否有未经批准的灵气在运行。我已经联系了云兰州当地的边防营。很好，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统领，第一次重新探查结果出来了，干扰源仍在华严云兰州境内。继续探查，我要最精确的位置。统领，第二次探查结果一致，精确位置是云兰州澄海域彩溪州。彩溪州，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前青云宗关兴阁来过电，说彩溪州有异常，果然是华严在说谎。把所有探查给华严那边的主事官。是，统领。竟然真的在彩溪州，这怎么可能？彩溪州只是个偏远小州乡，怎么会有高端干扰灵气？赵校尉，我是李主事。我发你一个位置。 你看看那是什么地方？回主事大人，那是彩溪州观天盘气象殿。你们边防营有没有配备观天盘干扰灵气？没有，我们只有最基础的防御灵气。立刻派人前往气象殿实地查看，寻找可疑装置。 是，我马上安排人去。大家仔细搜查，任何可疑的东西都不要放过。 这边没有发现异常。统领，这边也没有。好了，守队，今天奇怪。 这么大的干扰灵气，怎么会找不到？将军，斥候已探明敌军动向，前锋部队已抵达黑风口，预计明日拂晓前可完成集结。粮草辎重已清点完毕，无误。校尉，我们搜查了一整天，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装置。辛苦了，
我立刻向主事汇报。李主事，年轻黑甲将领带队搜查吴国。搜查吴国，会不会是战士们不认识干扰灵气？不可能，毕竟这种高端灵气我们很少接触。到了，我知道了，我联系云兰州炼气院，派气道高人过去。吕院长，我是南部边防卫军李主事。有什么可以帮你的？需要一位观天盘炼制气道高人，不容有失。观盘士气重大，采西州情况复杂，必须尽快查明。没问题，我派短须教习过去，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事不宜迟，让他尽快出发。此阵法效果然玄妙。探查灵气架设完毕。干扰源就在附近，跟着红点走。干扰源就在气象殿里面。不可能啊！我们昨天刚搜查过。你们看，周边州域的天象播报都很正常。如果干扰灵气在殿内，这就矛盾了。对了，采西州的天象播报近期突然变准确了，这就更奇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奇怪，朝向边境一侧的干扰灵波特别强烈，而朝向内陆的一侧，灵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件灵气具备定向发散干扰灵波的功能。这项技术，整个神域都还没有人实现呢。炼制这件灵气的人，绝对是个天才。挥发教习，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立刻联系李主事，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他。何事如此紧急？教习，
有什么发现？干扰源确实在气象殿，而且这件灵器拥有定向干扰功能，技术世界领先。像干扰？这怎么可能？我们都还没研究出来。你确定没有看错？